所有的熔炉女生最害怕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按摩这件事，其实就是我们跟身体的一个沟通。现在内视镜可以做到几乎是零出血，然后空间剥离的很精确。健保养就靠医美学。大家好，我是普运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陪你一起美丽升级，自信满分。子倩医美学上课喽！今天这一集子倩医师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所有的熔炉女生最害怕的问题，就是夹膜挛缩以及二次熔炉。很多人在提到夹膜挛缩，他就会联想到石头奶。那当然，除了夹膜挛缩的问题之外，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今天子倩医师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讯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二次的熔炉手术呢？通常是在熔乳术后产生夹膜挛缩。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人早期他可能做的是盐水袋的一个义乳，那这盐水袋破了。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虽然义乳的触感摸起来都很好，位置也很好，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水波纹。那有些人也会因为这个尺寸的想要更换的问题而来接受二次隆乳的手术。不管是隆鼻啊，或者是隆乳，其实这个假体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外来物。当我们身体接受到外来物的时候，身体会形成一个膜去包覆它，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免疫的一个机转。那这个膜其实就是叫夹膜。那当这个夹膜它变厚变硬的时候，就会形成了所谓的夹膜挛缩的这个情况。那甚至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形的产生。为什么我们术后会需要按摩？那早期我们使用光滑面的果冻矽胶的时候，因为光滑面的这个果冻矽胶的外膜，它容易让我们的纤维母细胞形成一个比较厚的夹膜，所以我们必须要靠按摩去维持足够的空间。那早期因为没有使用内视镜，通常都是用盲拨的方式，所以术后的按摩会很疼痛。也因此，很多女性她会很惧怕按摩。可是其实现在随着内视镜技术的发达，有经验的熔乳医生在术中其实已经把空间都拨得非常的精准。其实术后我们只需要维持住这个空间，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术后的效果。其实我觉得按摩这件事，其实就是我们跟身体的一个沟通。借由我们推动这些义乳，我们就是在告诉我们的身体说，这个空间我们要留着哦，你不要合起来。因为如果你不去推它，这个空间它长久没有义乳进入的话，它就会倾向把它合起来。其实你每天义乳有经过那个空间，基本上这个空间就可以维持住。接下来，因为大家真的不喜欢按摩，除了说痛的问题以外，大家觉得说，我宁可把时间拿来滑手机，我也不想要花时间按摩，所以就有一些改变它的膜面的特性，达到说可以不用按摩的这样义乳的产生。之前比较早问世的就是所谓的蜜桃绒的绒毛面的义乳，那甚至后来有美人鱼水滴义乳。可是这两个义乳的缺点就是说，它们本身是比较硬的，所以它们术后的活动性不够自然，常常会发现躺着的时候还是2颗竖立在那边都不会动。所以除非条件很好，本身有 B 罩杯以上，然后皮肤厚度有2公分以上，它放在里面只是把你的原有的乳腺组织往前撑起来，其实不太摸得到它。那再接下来就是有了摩滴的问世，那它其实号称就是它的奈米丝绸面，它可以让我们形成夹膜的时候，这个纤维母细胞的堆积的量不要那么的厚，所以它可以形成比较薄的夹膜，只要轻微按摩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空间。那其实柔滴也是跟它类似的一个膜面的设计。那再后来呢，有了女王波。其实女王波它又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它的膜面跟传统的光滑面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它还是需要按摩，只是因为它透过它的饱满度的一个设定，让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抗压的力量，所以它
号称比较不会有夹膜挛缩的情况，但它并不是用改变膜面的性质去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夹膜挛缩这件事情，当然它跟你的手术的方式也有关系。现在内视镜可以做到几乎是零出血，然后空间剥离的很精确，所以除了要好好的选择你想要的义乳，就是要跟医生讨论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触感啊，什么样的凸度啊，什么样的挺度的义乳之外，还要多了解说，这样子的义乳到底要怎么样的照顾，才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夹膜挛缩的问题。那现在由于科技的进步，材质的不断推陈出新，内视镜的使用也越来越普及。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来预防夹膜挛缩的一个发生。那很多时候会需要在术中的一个临场应变，所以选择一个有经验的一个手术医生，是2次隆乳手术能否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也是子倩医师在从事多年的整形外科医师的工作的时候，觉得最自豪的地方。子倩医师有20年的整形外科的经验，独创了6D 完美隆乳，让你的美胸丰挺无瑕。6D 完美隆乳到底指的是哪6D 呢？Design 美胸设计，依照每个人的身形比例量身打造，客制化完美比例。Dimension 立体呈现，切口位置因人而异，点线面浑圆曲度零死角。Delineation 手术计划，描绘胸型内外合一。Dissection 全程内视镜精准剥离，减少夹膜挛缩。Delicacy 精致雕塑2.5公分超微创隆乳伤口。Desire 梦想成真，自信重现，从此告别空杯。6D 完美，完美6D。不孕专注极致的美胸造后者，先保养就靠医美学，我们下集见哦。